截止到2021年1月2日，世卫组织发布的每周流行病学报告指出，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发现了新冠变异毒株的流行，而人类的抗疫进程也从2020年迈向了2021年。这一次的疫情对我们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长远和深刻。正如霍乱时期诞生了统计学，非典时期崛起了电子商务，每一次人类与病毒的斗争都会爆发出巨大的潜能，实现科学技术的巨大飞跃。而这一次的新冠病毒又会改变什么呢？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发现多起病毒性肺炎病例。到了2020年1月3日，中国科学家首次证明这是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这次与2002年的非典有很大的区别。那一次我们用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最后还是加拿大研究团队率先公布的。而这一次，我国的科学家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公布了测序结果。不难看出，我们会在每一次的公共卫生事件中总结经验，补足短板，增加相关投入。也正是因为这样，到了2020年，在我国全国各地的许多实验室都可以进行实时的 RNA 分析和基因测序了，所以才能做到1个月就公布测序结果。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亚·斯瓦米纳坦在2020年7月份的时候就曾经表示，得益于中国今年1月份分享的病毒基因序列，首个候选疫苗才能在基因序列数据的基础上于1月份就开始研制。由加拿大流行病学家和应急专家布鲁斯·埃尔沃德率领的国际专家组首批成员已于10号抵达中国。So when we went to China, what happened was a number of people died of a respiratory illness. But as they tested some of these cases against various viruses, they discovered it was none of the ones that we'd known from before. Very, very quickly, by the 3rd of January, they had discovered this is actually a new virus, a coronavirus. Actually, it's an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 by Chinese scientists. 2020年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造成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到了23号，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公告，封城。这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一个超1000万人口的城市采取的最严厉的疫情防御措施。因为从1月3号到23号之间，随着我们对这种病毒的深入研究，我们意识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惊人的传染力。在传播医学里，我们通常用一个指数 R0来评估一种疾病的传染力。这个指标的意思是一个得病的人会平均感染几个人， R0 值越大，说明疾病的传染性越强。这次新冠病毒的 R0 平均测算下来是 3.7， 什么概念呢？一次季节性流感在全球范围内能大概感染2到3亿人，它的 R0 才仅仅是 1.3 左右。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全球肆虐，1年多的时间里至少感染了10亿人，造成了5000万到1个亿左右的死亡人数，它的 R0 也就是2到3左右。而致死率，新冠肺炎的整体致死率在 2.3% 左右，西班牙大流感是 2.5%， 两者不相上下。所以封城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个大国在国际社会中表现出来的责任感与担当，也有生物医学的进步。就在1月23日宣布封城的同时，武汉市决定建设武汉火神山医院。2天后的1月25日，火神山医院就正式开始动工，从开工到建成仅用了10天。2月4日正式接收病人，雷神山医院用了18天。2月6日正式接收病人。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里有这样一句经典台词：全体龙族已将最硬的龙鳞都给了你。这速度的背后需要国家电网铺设线路，需要中国铁塔铺设通信设备，需要移动、电信、信科、华为架起5G 网络，需要中建3局4200多人日以奋战。洛阳的14家家具厂日以继夜赶工家具，争相捐赠，物流公司随时待命，免费运输。由此，武汉大会战拉开序幕，上万名医护人员奔赴武汉，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会师武汉，上海4批医疗团队奔赴一线。华山医院院长半夜一声吼，210名志愿者45分钟内报名完毕，他们的行李箱里塞满了一包包成人尿不湿。全中国的朋友圈里都会看到一句加油武汉。而中国的移动护理、VR 探视、应急救治、智慧病房、健康扶贫等方面基于5G 技术的医疗应用场景也开始在中国全面落地。
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日本社会各界纷纷对中国施以援手。在日本向湖北捐赠的口罩等物资上印着一行不起眼的小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而这句诗文背后的故事是，当年日本长屋亲王在赠送大唐的千件袈裟上曾绣“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祭诸佛子，共结来源”的祭文。鉴真大师被此祭文打动，决心东渡弘法，成就中日友好之佳话。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20年2月7日，日本为中国累计捐赠的物品不仅包括口罩、手套、护目镜、防护服，更包含了大型 CT 检测设备，累计捐款3060.2万人民币。日本企业和民间团体累计捐款2888.9万人民币。2020年2月1日，巴基斯坦从全国公立医院库存调集医用物资，总计20万只医用口罩、800套医用防护服和6800副手套。这些物资是从巴基斯坦所有公立医院调集，只留下本国必需的数量，其余全部毫无保留地捐给中国。一家巴基斯坦跨国药企对华免费提供并紧急出口了30万片相关药物。同期，巴基斯坦爆发沙漠蝗虫灾害，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面临巨大的危机。我国立刻派出了蝗灾防治工作组抵达巴基斯坦卡拉奇，协助其对抗蝗灾。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有一句话叫做“授之以点滴，馈之以源泉”。截止到3月2日，世界各国纷纷向中国伸出援手，共有62个国家、7个国际组织捐赠口罩、防护服等疫情防控物资。其中，缅甸捐赠200吨大米，斯里兰卡捐赠了红茶，蒙古国在捐赠了3万只小肥羊之后，又送来了2万只口罩。中国与世界各国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时间来到了2020年的12月25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分包装车间内开始进行产品包装质量的检查。到了12月3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已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附条件上市，保护率为79.34%。这个保护率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选了200个健康受试者，随机分成 A、B 两组，每组100人 ，A 组都打疫苗， B 组都打安慰剂，然后把他们放到感染风险一样的环境中，1个月之后 ，A 组有10个人感染， B 组有50个人感染，这个保护率就是80%。从1月测序完成到疫苗上市，用时不到1年的时间，我国基因工程技术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但是还来不及庆祝，几乎是与此同时，世卫组织正式通报了新冠病毒自出现以来主要的变异情况。1月底至2月初，病毒出现 D614G 突变。8月至9月，丹麦发现一种与水貂相关的新冠病毒变体，被命名为 Cluster5。12月14日，英国拉响疫情以来最高警报，伦敦甚至一夜封城。发现的新冠病毒变体被命名为 VOC2020-1201。12月18日，南非检测到一种新冠病毒变体，被命名为 501Y-V2 变体。这种变体在病毒的刺突蛋白 S 上出现了 N501Y 突变，而这个位点的突变会提高病毒与人体表面 ACE2 受体的亲和力，从而使病毒获得更强的传染力。应了张文宏教授说的那句话，新冠病毒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对付的病毒之一。面对如此狡猾的病毒，我们的脚步并没有止于疫苗，仍旧在研究新的治疗方案。武汉的疫情逼着我去用最新的技术，这就是单细胞基因组学。也就是说，你给我一个单个的人体细胞，我就告诉你它的基因组。We want to apply the single cell sequencing to develop an effective drug against COVID-19。清华大学医学教授张灵奇带领的团队开发了一种特殊的技术，它可以识别并大量复制血浆中有效的抗体，并且在体外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进行放大加强，然后输回到病人体内，给病人提供更强大的免疫反应，保护病人不会被病毒感染。这虽然不是疫苗，但无疑是目前最有前景的治疗方案之一。要知道，在非典时期，我们甚至没有人类的基因组。从2002年到2020年，我们对生命真谛的理解更加的深刻了。到了2020年12月31日，我国承诺以多种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包括捐赠和无偿援助。于是，在2021年1月13日，我国向缅甸捐赠了30万剂新冠疫苗以及抗疫物资。1月18日，向菲律宾捐赠50万剂。1月21日，向巴基斯坦捐赠了50万剂，坚定地履行着我们的承诺。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世界各国互相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强大还是弱小，
富有或是贫穷，面对公共卫生的威胁，都无法单独发现和应付。新冠病毒不仅仅会改变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还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灾难面前，人类要拥有敞开胸怀的智慧，拥抱彼此。敌人越强大，人类就越要结成命运的共同体。这大概就是新冠病毒想要告诉人类的真相。